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日仔肉。今天跟我一起看看我顶着冰雹都要吃光的巴黎当红日法融合甜品到底有多好吃。风雨无阻，吃到冰雹都下完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家在巴黎比较独特的甜品店。今天要带你们去的这家甜品店，在巴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坐落9区的小店面呀，仅由日籍女甜点师 Yuki 早户由纪与店长 Lumi 两个人共同打理。而就是他俩，却在2024年声名鹊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Yuki 早年在著名的日法融合米其林1星 Pages 担任甜点主厨，2年前与 Lumi 一同开设了这家名字意味光芒的小店。Pâtisserie Rayonnance 将日法融合的风带到了甜点中，他们的招牌甜品更是在去年获得了 Food Pâtisserie 的评委特别奖，这就相当于是在主厨圈中公认盖章的年度甜点了，风头可谓是一时无两。那么咱们就废话不多说，由我来带你们一起全面测评一下这位当红的日法融合甜点主厨的出品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吧。好了，首先我是点了一个他们家的招牌的 cheesecake，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是用15个月熟成的孔泰奶酪来做的，相对于我们一般用奶油奶酪来做的芝士蛋糕，孔泰奶酪独特的那股坚果的香气就会浓郁非常非常多了。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 cheesecake 开始吧。Nice。超级浓郁，首先你能吃得到它的咸鲜味，然后坚果的那种香气。因为这种干芝奶酪，它的氨基酸的浓度其实是挺高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帕玛森芝士，它就是被称为欧洲味精的这么一个调味品。孔泰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熟成时间更短的法国版的帕玛森芝士，它这个就把孔泰奶酪的味道表达得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这样子芝士蛋糕是一点都不甜腻的，因为它的咸味跟鲜味的加入这个逻辑就和我们喜欢吃咸蛋黄的甜品、肉松类的那种咸甜味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全世界人民都是咸甜永动机呢。而且它质地非常的细腻，不像那种纽约芝士蛋糕比较干涩的，吃一大块是会噎嗓子的那种。它的这个是那种很顺滑的，类似于一个流心巴斯克蛋糕的这么一种质感所以你这么大一块下口，你是不会觉得噎，不会觉得腻的。它给到的那种微微的空气感呢，又很像日式的那种乳酪蛋糕的感觉，有东西在。它就是一个简单好吃、味道逻辑非常对的这么一个甜品，我觉得没有任何疑问，我会愿意给到10分。我点的这个千层酥来了他们的千层酥很有意思，他们是只能现场点的，因为它是现烤了出来现制给你的。说实话，这个其实还蛮讨巧的，因为千层酥在冷藏放了一段时间之后，酥皮的质量是会大打折扣的。这个呢，就是很经典的草莓大黄的组合，加上它没有压盘的这个千层酥你可以看到它的高度膨发的是非常的高的，舒展的是非常的开，然后它还配了一大坨冰淇淋跟草莓果酱，真的是很日式的这么一个摆盘如果是法国人，他绝对是2块酥皮，中间一个奶油，简简单单香草没了。首先这千层酥膨发的这么高，我真的就很难一口尝到全部味道，我只能把它分开肢解了吃。我会选择用干净纯粹这4个字来形容这个千层酥。它的酥皮是这样烤制出来，没有加任何的别的元素在里边的，其他加的可能会有一些焦糖，它这个就是纯纯的一个黄油酥皮。然后因为它没有限高嘛，它的空气感是非常的十足的，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做法是先把酥皮烤了之后，然后对半切开，再把中间心部没有足够焦糖化的这些部分再拿去烘烤，这个酥皮就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完美的熟度，很酥很酥，进嘴你牙齿都不用用劲儿，你嘴唇跟舌头就可以把它碾成粉的酥感酥得非常的离谱。然后我会觉得它的外交官奶油给的太少了，甜度呢，我说实话有点高，但是是为了配草莓跟大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我可能个人还是会更喜欢那种一口进去满满的外交官奶油跟千层酥皮的那种交叠的那种口感的感觉这个呢，酥皮占了也很大的主导，外交官奶油、草莓大黄更多的是一个味道辅助的这么一个感觉，加上冰淇淋。
我觉得这样一口会更符合我对一个好的千层酥的想象，只不过有点冰牙。我会觉得综合来看的话，我愿意给这个千层酥8.5分左右吧。酥皮毫无疑问，它是一个绝对的满分酥皮，但是外交官奶油跟草莓、大黄的这个味道呢，稍稍有点寡淡。外交官奶油给的又不够多，口感上没有那么的爽，不如我的预期吧。这个突然下起了暴雨啊！我这个坐在外面，我都才吃了2口，我都还没吃完，现在就已经下起冰雹了。你说巴黎这个夏天的天气真的是，我能说啥呢？我在风雨中都要坚持把这次的甜品测评给拍完，这还不值得你们一个投币3连吗，朋友们？风雨无阻，我们继续哈。下面是我们的焙茶圣多诺黑。这个也是被那个专业的甜点杂志 Food Debates 可以多次提到的，在巴黎非常具有特色的圣多诺黑。它外面这个奶油，它用的是焙茶的打发奶油，在浓郁感上，说实话，离我的预期稍稍有点差距。它中间加了一坨巧克力的甘纳许，能吃得出来用的是好的巧克力，而且它跟焙茶的味道还蛮搭的。我说实话，原理上来讲哈，焙茶也就是火鸡茶，它是绿茶的茶叶或者是绿茶的梗烘烤之后，经过了美拉德反应跟轻微的焦糖化反应的得到的这么一种茶。其实这个味道相性啊，跟巧克力也就是烘烤过的可可豆的这个味道相性是非常非常符合的。因为我们吃的其实都是它的那股苦香味嘛，所以焙茶跟巧克力是很合适的这么一个味道搭配。它的这个泡芙蛮有意思，泡芙的外层用的是焙茶粉复味的一个白巧，里边填的是加了焙茶粉的外交官奶油。焙茶的味道呢，会比外面那个焙茶轻奶油来的要更浓郁一点，你是能够吃到那种苦香味跟茶香味的，这一点还蛮不错的。雨终于快停了啊！我觉得这个焙茶圣多诺黑呢，稍稍有点不如我的预期，是一个好吃的 OK 的圣多诺黑。巧克力和焙茶的这个组合我也蛮喜欢的，但是就像你去吃一个抹茶类的甜品，你发现它的致命点在于它的抹茶味道不够浓，所以整体来说我愿意给个大概7、8分吧，差不多。最后是我们这个柠檬塔哈，我觉得它的这个形制做得很漂亮哈，它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我的天，真的是。它的这个柠檬塔味道逻辑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它就是柠檬跟罗勒，我觉得味道表达还蛮好的。说实话，它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柠檬凝乳，然后上面放了薄薄的一层罗勒凝胶，去给到罗勒的香味，味道非常非常的足。入口的时候，这两个味道就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它柠檬凝乳的甜度调得也很低，有点类似于 Mojito 的那种感觉，很清爽，香草配柠檬的这种味道。再上面就是传统的蛋白霜，加上点缀的小罗勒叶和糖汁柠檬皮，塔皮足够酥脆，没得说，有明显的焦糖坚果的香气。我觉得整体出品来说啊，算是一个不错的柠檬塔，这个可以给到9分左右，我觉得。简单总结一下，风雨无阻，从下冰雹之前吃到冰雹都下完了，终于是把这家甜品店给你们测完了。我觉得也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吧。首先从价格方面来讲，它的价格基本上也都是对标巴黎的那些大师甜品店。我们今天4个甜品总共是吃了35.3欧，其中除了千层酥因为是限定版现场制作的，所以稍微贵了点之外啊，其他都属于一个中等偏上的价格吧。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家在巴黎比较独特的甜品店，在这里你能够吃到那些欧洲不常见的味道设计，比如说巧克力和焙茶的这个搭配，然后很日式的那种草莓奶油千层酥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融合的思维在里边，这一点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出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层次的设计上来说，稍稍还差了那么一些功力，在细节上都是可以再抠一抠的。其实他们与真正的甜品大师店差的也就是这一小步了。大致就是这样。
好了，不知道今天吃的这4道甜品里边，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们身边那些喜欢甜品、喜欢法式甜品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投币、收藏、转发，一键3连。喜欢和想要支持我们的可颂系列的朋友们，你可以在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找到他们，或者搜索店铺“菊菊的摊摊”。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我准备回家冲个澡，好好休息一下了。Peace out。你们敢信，我这是刚测完甜品，半边裤子都湿透了呀！我的天。